大家好，我是小冰，今天要介绍一位骨灰级的元老望县作家陆央。老师的 Lofter 及微博都是同名。陆央老师的第一篇望县文发表于2016年8月22日，最后一篇望县文发表于2018年8月17日。请注意，老师的 Lofter 中没有设合集，所以要看老师的文章，就只能直接在老师的 Lofter 首页一篇一篇点来看。目前已经停笔， Lofter 跟微博都已经没有更新动态。陆央老师的文章除了原著背景像设定，还有现代、转世、仙魔。题材来说，老师偏好望县缩水的故事，就是退化成幼时的模样，记忆是否保留，则是看故事的设定。在用字遣词上不算是最佳的，但也够表达了。人物刻画上算是贴合原著，尤其是在老师的字里行间，可以分分钟感受到蓝忘机对魏无羡的宠溺。不过老师最早期的那两部缩水的小说，我个人觉得不合理，至于哪里不合理，我后面会说明。陆央老师在故事逻辑上是好的，后面会介绍3部原著向婚后叶列文，我个人非常推荐。因为老师的作品不多，我这边直接进入推荐的作品环节，顺便带入老师的介绍。首先是来者何人，共6章。发表期间2017年5月5日至2017年6月2日。在看这部小说前，小冰建议可以先看老师在2016年12月26日发表的单篇小品《一夜灯》，可以算是前传吧。一夜灯时间线设定在乱葬岗围剿前一天，故事讲述魏无羡有感自己命数已定，他弄了个阵法去见蓝忘机，算是进入一个幻境吧。幻境中的望县只有12、13岁，但都有现世的记忆，也就是蓝忘机已经历经告白被拒。魏无羡如交代后事般跟蓝忘机聊着，当然这个魏无羡也是不记得不夜天后蓝忘机曾向他告白的。蓝忘机感受到魏无羡的情绪不对，他难得勇敢了一次，对魏无羡说，你来，我陪你。可惜来不及了。天啊，这篇写的有够好，我鼓励大家去看，看完接着看来者何人。来者何人时间线设定在魏无羡身死后，他莫名其妙附在一位不足10岁的男童身上，这男童同他前世一样，无父无母，被人收养着。彼时孩童们正在玩乱葬岗围剿的角色扮演游戏，就是跟原著中孩童在玩射日之争的角色扮演游戏一样。然后就见蓝忘机出现在不远处，魏无羡跟身旁玩伴交代几句，便跑去找蓝忘机。接着蓝忘机带着这男童回到了云深不知处。停，打住，后面我就不剧透了。我这边拉一段出来念，在第4章，蓝忘机带着被魏无羡附身的二毛去见小阿苑。魏无羡没想过能再见到阿苑，被长狼那头跌跌撞撞朝着自己奔来的小孩子扑住的时候，他几乎愣在了原地。下一秒就把比自己稍矮一些的孩子紧紧抱在了双臂之间，他知道自己在发抖。自修行鬼道到前世生死，他从未像此刻这样感激老天。蓝忘机站在2个不足3尺高的小人身后，看着3岁的小童扑在身量稍高的小孩身上，哭得声嘶力竭，就像要把忍耐许久已经不能再按捺的委屈全都哭给他听。其实这个孩子是那么的害怕。魏无羡手足无措地轻拍他，低声安慰他，却发现并没有什么用，只能重复着动作一遍一遍。阿苑抽泣的声调里掺杂着磕磕绊绊的呼唤，羡哥哥。仙哥哥答应阿苑会回来，仙哥哥回来。小孩子与生俱来的直觉让人有一瞬的怔愣，紧接着铺天盖地的悲伤和失而复得的喜悦相互交缠着，将2个漂泊在人世间的小小身影包裹。回忆拉开闸门，裹挟着尸山谷海中的血腥气息从时空深处奔涌而来。他曾经以为这又是一个无法兑现的诺言。把蓝苑哄睡着后，魏无羡趴在床边看了很久，看着他安静睡着的模样，和躺在乱葬岗的小破屋子里一模一样。虽然落魄，虽然艰难，却可以像天底下所有的小孩子一样无比安心的入眠。因为小阿苑的奶奶、温情姐姐、温宁哥哥还有宪哥哥都在竭尽全力地保护他，不让他被这个世界的恶意波及，不让乱葬岗外不断弥漫的黑夜遮住他的天空。
魏无羡不知道该如何感激蓝忘机，他接替了他们所有人，守护了这个希望。这一段差点哭死我。这段文字我感受到一种劫后余生的重见天日，蓝丝锥太重要了，它代表着温情一脉的希望。这部小说发表在2017年，也就是《魔道祖师》新修版前。陆阳老师在结尾设了一个小小的伏笔，可能不是很符合新修版的设定，但我很喜欢，大家自己去品品，猜猜看那伏笔是什么？很好看，很好看，很好看，重要的是要说3遍。没看过的人赶紧去瞧瞧。接着是3篇原著背景向的婚后故事，分别是正逢韶华、年中记事、冯龙。这3部小说都算是业列文，严格来说是望县业列过程带来的插曲。正逢韶华发表于2017年8月28日前后，这是老师参加望县七夕企划实兴所写的文章。故事讲述望县业列后，当晚不知为何都入梦遇到听学时期的小道侣，诚如我先前介绍，老师很喜欢缩水的望县。魏无羡遇到的是下山来找范进的听学县的听学姬，蓝忘机遇到的是下山喝酒的听学县。全文贯穿一个真理，那就是他俩彼此吸引，总能找到彼此。年中记事发表于2018年2月16日，这是老师参加望县新春企划岁岁无中所写的文章。故事讲述年节将近，魏无羡提议带小辈们下山打年糕，也算课业。小辈们各种兴奋参与民间习俗，怎知正巧遇到该地方有人失踪，于是学习打年糕之前先除岁。冯龙发表于2018年8月17日前后，这是老师参加望县七夕企划预色所写的文章。故事讲述望县自归隐后，游历至古城临安，魏无羡察觉怨气异动，当地居民正逢龙归节祈福盛会，两人便混进百姓中查找怨气来源。在这里我必须要表达我对老师文章的爱意。一般望县的业列文偏好描绘望县如何抽丝剥茧降妖除魔，但陆央老师的业列文重点却在人性的探讨，仔细阅读可以感受到老师在人与情之间的刻画都是很美的。这3部小说的故事布局逻辑都是极好的，喜欢业列文的朋友一定要看。上述一夜灯、来者何人、正逢韶华、年中记事、冯龙这5篇故事，小兵都已经制作成有声版本，眼睛不好的道友们可以在本频道找到并收听。老师在2016年发布过2部小说，从前有个小蓝湛及从前有个小魏婴，都是原著向设定，都是望县缩水的故事。若要看，基本上看1部即可，文章结构差不多。我先前提到那个人设不合理的问题，这边简单说明一下，主要是我觉得这2位小朋友思想不符合设定的年龄，着实有点懂得太多了。至于是哪方面懂得太多，你明白的。毕竟文章中设定缩水回到5岁的小团子，明显是没有成年后的记忆的。那么5岁的孩童有这么懂？若说现在这网络时代有可能，但文章背景是原著向啊，所以我觉得不合理。这2部小说都是老师早期的作品，后面的作品我觉得都挺好。至于那些非原著向的作品，我目前还没看，不排斥非原著背景题材的人可以先去欣赏。最后是有关陆央老师的车技，这么刚好，我看的文章都没车，只好放弃说明。以上就是我对陆央老师的介绍，小兵再次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，欢迎留言交流。若你喜欢我的分享，记得点击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按赞表达你的喜欢，万分感谢。